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关于 LK99 事件中最躲人眼球的图片就是这幅半悬浮的照片。这个照片从7月份之后就登上了各国媒体的报道之中，也成了年底各个媒体批驳笑话韩国 LK99 室温超导引用的这个图片。但实际上LK99 半悬浮到底是不是超导还依然没有定论。有人说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超导呢就是麦斯纳加零电阻，你这个半悬浮就不是超导，就是铁磁性。你先别急是不是超导那是论文说了算的，对吧？经过同行评议和可以复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有人能做到，那就是被现代科技承认的事儿。而在这之前不管你是在知乎抖音B 站DC Inside 论坛，还是我这些视频，都不能说明 LK99 的真假。所以这一轮室温超导的热点被1周前老金在 APS 上发言的这个引爆后大家都把关注点呢又聚焦在了半悬浮上。因为在这个简短的发言概要里，老金说二性超导体的麦斯纳效应在磁场不均匀的情况下呢，它就是这样的半悬浮。你想反驳吗？是吧？可以你得先合成这个加硫的这个化学式，然后呢再批驳。所以就算是锤 PCPOSOS 也得等到论文出来大家才能复现，因为你魔改的 LK99 和老金的它不一定是一样的，对吧？现在呢，但是从 LK99 热点开始一直有人呢试图解释这类现象主要分为2类。一类呢就是中山大学陈彦宗博士我多次讲过他的论文，直接从科普的角度把磁铁打碎，用这个碎片铁磁性物质模仿 LK99 研究中涉及到的各种半悬浮的现象，试图让大家明白不需要超导，铁磁性物质就有这个特点，只要在合适的磁场和位置中就能实现半悬浮half levitation 是吧？另外一类就是直接做实验，说明 LK99 有铁磁性的来源，自己合成。这里呢就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有论文分析铁磁性的这个机制和现象，我们之前都做视频介绍讲过。现在呢又有论文来讲铁磁性了，而且呢是新鲜出炉的。我们看一下论文题目是呢模拟超导体高压合成的贝库氧，就是一种3元材料，一种铁磁性绝缘体。论文呢是由密歇根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4家机构的合作论文，相当的有派吧？而且呢有超级学术大佬Robert G. Cava 为这个事儿来背书这是大牛你如果按照引用数量来说这位已经超过了我们讲过的之前所有大佬的引用数量总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数据总引用呢是128762， 2018年以来是47788，这已经不是域外真仙能形容的了，这就是先帝天地这样的级别，我都仰望脖子90度得。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朱经武朱总他引用是45168， 2018年以来的是9620。南京大学的文海虎教授他的总引用是17625， 2018年以来的引用的是5055。老金的总引用2018年以来的是4732总引用是11221。这是截止到2023年12月中旬的数据，这么简单的一对比，大家就知道这个差别了吧？差在数量级上。我们讲这几位渡劫大佬和域外真仙加到一块还没有这位 Robert G. Cava 多。当然你说这个引用数量是吧？这么一个简单的对比，并不能完全反映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罗伯特·卡瓦教授，他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材料化学领域的杰出教授，他作为超导体、拓扑绝缘体这些前沿材料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和建树，发表了大量的有高影响力的论文，其中一篇的论文引用次数就高达近42006次。
曾经获得过无数的奖项，包括1996年的Messas 奖、2011年的红宝奖、2012年的林纳斯保罗英奖并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可以说呀，这个 Robert G. Cava 教授呢，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材料物理化学领域的顶级专家和大家这篇论文他的团队有参与和支持，让我们对这篇论文呢就更加好奇了，是吧？也可能会使这篇论文影响力会大大提升我们再看一下论文的其他作者。第一作者呢王兆哲，属于密西根州立大学化学系，是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超导材料化学和超导体方面的研究。第二作者呢叫祥汉许，和第三作者呢叫倪丹瑞他都是普林斯大学化学系的，都是博士研究生或者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呢聚焦于新材料的设计、合成和表征。第四作者呢是 David Walker 和第五作者李杰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系，是该领域资深的教授和专家。那在高压合成技术上呢是有独到的建树和丰富经验的。那第一作者的导师就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谢维维副教授呢，也是物质合成和设计方面的专家我们看一下论文呢，他讲了什么我们先看摘要。我们报道了通过高压合成法6G 帕1200度 C 获得了六方精细 HP贝库氧这种三元材料以及它在常压下的表征。这种材料属于 AH 晶型的，链内汩的距离约为 0.2.07i。 我们的磁化研究发现当暴露在弱应用磁场下时候在大约 130K 以下表现出稳固的抗磁性，并在这个温度以下出现明显的半悬浮现象。那这通常在超导体中可以观察到，但是它的磁场依赖的磁化曲线揭示了铁磁性的特征，在 2K 时标志着较大的残余磁化为 0.22 微波尔。那么电阻力测量表明这种 HP这个贝库氧3是一种铁磁绝缘体，而不是超导体。好吧，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论文的开头Introduction。 铁磁性材料在应用弱磁场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抗磁性特征，主要是在磁体上半悬浮。最近韩国的研究人员报道的，在常压下铜掺杂的磷酸铅铝钒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化学组成式为铅10 X 铜 X 磷酸6氧，也写为 LK99。 那这个材料被北京大学研究组检测发现LK99 事实上呈现软铁磁性性质，具有显著的磁各项异性，这导致了半悬浮现象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半悬浮现象在铁磁性材料中很常见。化学设计磁性材料的规则是基于轨道交互作用的磁性和材料的对称性，通过调节原子间的距离和角度，可以操纵磁性排序。此外由于钴离子可在呈现不同的自旋状态，那么钴的基氧化物可以受到广泛关注，这归因于经常分裂能量与汉规则交换能量的量级相当，因此在 T2G 和 1G 状态之间的能系较小，使得 T2G 电子呢易被激发到 1G 状态，产生更高自旋态和大磁矩。看到这大家都知道了，人家认为这个半悬浮其实也没啥，很常见搞这个都知道，对于北大的论文是认可的，那就是引用了这么多论文，是吧？关键是我们可以技术来调控这个磁性，你看牛逼吧？我们看论文的结论部分结论说呢，我们报道了六方 HP 项的三元材料它的高压合成在 6G 帕和1200度的条件下，通过单晶 X 衍射确定了它的六方对称的晶体结构。它的特征呢在于一个微链状面共享的钴氧6八面体，链内的钴的距离较短，我们推断钴键可能存在该链中。在低应用磁场下观察到的抗磁性行为，在较大的应用磁场下则呈现铁磁性，
相对较小的饱和磁距啊 0.56 微波尔，我们归因于金属和配体轨道杂化。值得强调的是啊，我们对于 HP 背钴氧三的电阻力研究一贯的显示它是绝缘体，因此啊 HP 背钴氧三提供了一个铁磁性绝缘体可以模拟超导体的典型事例。看到这儿我就迷惑了，你这个论文这么大的合作，我怎么觉得感觉就是想来嘲讽我们 LK99 的是吧？你看叫模拟超导体。简单说这个论文啊，其实就是用高压方法呢合成新型的这种背钴氧三的材料，三元材料，对材料的结构、磁性、电性进行表征，发现了这种从抗磁转面到顺磁的特殊磁性，通过电阻测量呢证明它是绝缘体，排除了超导可能。他这个呢就是用发现的新材料顺手呢就锤了一把 LK99， 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铁磁，电阻不为零，有啥超导的，对吧？所以这个论文的作者呢也是有地球物理的老师参与，因为他们可能也非常熟悉各类高压合成设备，是吧？这个操作呀和实验技能能够提供这个宝贵经验，帮助完成了这个研究中的这个背钴氧三的6G 帕的高压合成。所以这种跨学科的这种合作呀，就融合了多方的专业知识，使得这个科学研究呢能够取得更加卓越的成果。大家注意啊，他们啊这个和常规的超导研究是不一样的。传统的超导研究是什么呢？是采用金刚石针高压设备，是吧？需要在超高压条件下才能实现和测试这个超导，使劲压多少 G 帕的压力下。而这个论文啊，人家研究合成这个HP 背钴氧三材料呢，仅在合成的时候使用高压，获得产物以后啊，就在长压下测试这个磁电特性，不需要持续的这个高压条件。所以这个研究的这个特殊之处啊，就在于呢，他们探索了一种高压合成的这种所谓压力战火的这种效应，所以获得这个材料磁性呢，也很新奇。具体新奇的地方啊，给大家聊一聊啊。看这个图，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晶体结构啊，就是普通的三元材料背钴氧三的它的这个 3D 结构。那根据这篇论文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特点啊，就是它通过高压合成法合成的这个6方晶系的这个背钴氧三啊，它和普通的啊，就刚才说的那个背钴氧三相比啊，它的骨件之间的距离更短，是 2.07i， 表示可能存在这个骨和骨之间的键。第二个呢，就是磁化测量显示啊，就这个图上啊，在低磁场下呢，它这种材料呢，在 130K 下呢表现出顺磁性，但是在磁场增加的时候呢，它表现出铁磁性，它的饱和磁距呢是 0.56 微波尔，并出现了半悬浮的现象。再一个呢，就是电阻率测量显示啊，这个 HP 背钴氧三是绝缘体啊，室温电阻率呢大概是 0.025 欧姆每厘米，而且随着温度降低啊，电阻率增大。再一个就是作者认为啊 ，HP 背钴氧三呢，这个是一种铁磁绝缘体，它模拟了超导体的某些行为，比如半悬浮现象，但它实际上不是超导体。最后一点呢，就是短距离的这个咕咕作用啊，可能影响了 HP 背钴氧三的磁性。作者认为啊，通过调控钴氧钴的键角和钴钴之间的距离呢，可以调控钴基氧化物的磁性。钻石曲线不存在的啊，人家根本就没搞这个，而且在抗磁性较弱的情况下，你根本就没法防止这个误差影响，对吧？所以大家对抗磁性是非常关心的啊。你看这是这个半悬浮的图片啊，大家对于抗磁性非常关心啊，在无法测得这个零电阻的情况下呀，这个抗磁性呢实际上就成了全村唯一的希望啊。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抗磁性啊或者钻石曲线啊都是你高考的分数，并不是录取通知书，零电阻啊才是。那我搜了一下这个论文啊，使用这个 diamagnetic 啊，主要有3-4个地方讨论了这个抗磁性。你比如说第一段的第3句话是吧？说呢 ，diamagnetic behavior is observed down to 2K in HP but Q3 at low applied fields
as displayed in the figure 2A， 在图 2A 中啊，描述了低磁场下表现抗磁性啊，说明啊，在10OE 的下的磁化率曲线啊，它的这个标题是呢，就是10OE下的这个 ZFC 的这个抗磁性，表示临场冷却后测得的这个抗磁性啊，就这么个曲線。还有这个就是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啊，也说了，说 It can be thus be clearly seen that the magnetic movements in HP Buck 3 can be well described by the diamagnetism 啊，就是明确说明了这个副磁矩啊符合抗磁性的特征。再往下呢，就是第4段的第2句话，就在这个位置啊，他说呢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measurements show that magnetic behavior at low magnetic fields but ferromagnetism at high magnetic fields。 哇塞，成绕口令了，我数一下，1、2、3、4、5个 magnetic 词根的单词啊。所以他说呢，磁化率测量显示啊，在低磁场下这个材料啊就呈现出抗磁性，但是在高磁场下呢，它呈现出铁磁性。哎，熟悉不熟悉？很多复线啊或者魔改的朋友也都出现了低场抗磁、高场铁磁，特别是这个图 2A 啊，估计很多复线的朋友啊也有类似的这个曲线。在低磁场下呢表现出抗磁性啊，磁化强度呢是负值。那在这个图3里面再往下啊，这个图他们展示了他们合成的这种 HP 钡钴氧3材料啊，在不同温度下 2K 和 100K 下的 MH 曲线，就磁场依赖磁化曲线 MH 曲线。所以当磁场增加到高磁场的时候，这个文里边给的这个磁化曲线测量时候的磁场是 9T 啊，材料表现出铁磁性，呈饱和磁化，参与的磁化是比较大的。这里边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FC 啊，就是叫场冷却 FC 和临场冷却 ZFC， 我给大家讲讲这两个磁性测量它的实验步骤的区别。所谓的临场冷却 ZFC 呢，就是在一定的磁场下把这个样本呢冷却到测量温度，比如说 2K， 然后移出磁场，也就是应用零磁场，在零磁场下提升温度测量它的磁性。那场冷却呢，就是在一定的磁场下把这个样本呢冷却到测量温度，比如 2K， 然后保持相同的磁场提升温度测量磁性。那区别呢就在于什么呢？ZFC 在测量前呢它会移出磁场，FC 呢它保留了冷却时候这个磁场。所以论文里边提到的内容啊就是这些啊。我比较感兴趣的呀是开头他们提到什么呢？那句话叫化学设计磁性材料的规则，就是主要基于磁性轨道的这个交互作用和材料的对称性，通过调节原子间的距离和角度，可以操控磁性排序。比如说钴原子中的这个 3D 电子轨道之间，以及和氧的 2P 轨道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钴的 3D 电子构成的自旋和总磁矩，而这种轨道间的相互作用的不同，会导致材料的不同磁性。另外就是材料的结构对称性也会影响到这种轨道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从而呢影响磁性。所以这篇论文就把大家这个雾蒙蒙的 LK99 的研究给大家做了一个明确的透明的演示，告诉你如何用化学方法调控材料结构，改变轨道间距和对称性，从而设计调控各项异性，操纵它这个所用的材料的这个磁交换作用和磁性。但是这能够证明 LK99 或者这个 PCP-OS 不具备超导可能吗？依然不能吧。因为这篇论文只是给了一个例子，一个旁例同村的小王平时成绩呢和你差不多，人家高考才考了550分，你怎么能考600分呢？所以这篇模拟超导体的论文很有意思的我们还是学到不少新的东西。那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再见。